這個老奶奶想把燒開的牛奶倒進杯子，可她2手發顫，根本抓不住水壺，絲毫沒有察覺孫女就睡在杯子下面。滾燙的牛奶四處飛濺，馬上就要澆到孫女臉上。這時兒媳恰好走出房間，看到這一幕，差點被嚇死。她衝過去，一把抱起女兒，可奶奶沒有停手，反而把牛奶全都澆在了兒媳手上。這還不算完，奶奶看兒媳要走，以為她是來搶孩子的，於是瘋了一樣攥住兒媳的頭髮，死活都不肯撒手。兒媳嚇壞了，哭着喊救命。可奶奶在後面骂罵咧咧，就是不讓她走。客廳裡頓時亂作一团，直到兒子趕來，狠下心咬在母親手上，才好不容易把他們拉開。兒媳崩潰大哭，狠狠地摔上門，把兒子關在外面。奶奶则坐在地上，覺得很有趣，高興地大笑起来。爺爺躲在房間，把外面的動靜聽得一清二楚。是他執意要把患有老年痴呆的奶奶接回家，可事情鬧到這個地步，完全沒辦法收場。一邊是辛苦養大的兒女，一邊是相濡以沫的老伴，在親情面前，任何選擇都會讓人心碎。晚上，兒媳收拾行李要帶孫女回娘家，奶奶本想勸勸，可話到嘴邊卻怎麼也說不出口，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兒媳摔門走人。奶奶心裡很愧疚，她不想因為自己把這個家搞得四分五裂，於是語重心長地讓兒子跟兒媳一起過去，等自己病情穩定或者去世之後再回來。母親患病，兒子卻不能盡孝，現實的困境實在太過殘酷。兒女走後，家裡只剩爺爺和奶奶相依為命。爺爺泡好一杯茶，惬意地說：“還是2個人住比較安靜，幸好我沒有痴呆，不然就慘嘍。”吃過晚飯，爺爺爬上樓頂晾衣服。幾十年來，這還是他第一次幹家務活，笨拙的樣子讓奶奶樂得直不起腰。奶奶在心裡偷笑，她看得出來，爺爺這麼做是不想讓她受累。在落日的餘暉裡，2位老人一邊曬衣服，一邊聊起年輕時候的往事。他們很久沒像現在這樣親密了。雖然奶奶的腦子不太好用，但和爺爺在一起的點點滴滴，她卻記得十分清楚，從來沒有忘記過。聊到以前做過的傻事，爺爺有些不好意思，開始擺起譜來。不料奶奶拿起籃子，作勢要打，直接把爺爺嚇回原形，逗得他哈哈大笑。然而隨着日子一天天過去，爺爺的身體變得大不如前。這天在吃飯時，爺爺突然放下筷子，低着頭一言不發。奶奶有些緊張，以為今天的菜不合爺爺口味，不料爺爺接下來的話頓時讓奶奶的心情跌落谷底。奶奶難以置信地望着爺爺，拿筷子的手開始顫抖，因為爺爺剛才的表現和他剛患老年痴呆症時一模一樣。沒等奶奶細想，爺爺突然從凳子上竄起來，嚷嚷着尿急要上廁所。奶奶趕緊上前搀扶，卻突然聞到一股尿騷味。看着驚慌失措的老伴，奶奶再也忍不住，緊緊地抱住爺爺，痛哭起來。命運弄人，爺爺竟然也痴呆了。隔天一早，奶奶打開工具箱，翻出一根長長的鐵鏈，把大門鎖得嚴嚴實實。鎖好門，奶奶又在上面貼了一張字條。半夜，清醒的爺爺想溜出去喝酒，看到字條內容，他尷尬地笑了笑，決定老老實實待在家。早上，奶奶在客廳發現了爺爺的回復，她轉過身，衝正在發病的爺爺做了個鬼臉，然後莞爾一笑。等2人都清醒時，爺爺興奮地告訴奶奶，他們倆以後可以用字條交流，把重要的事情寫在字條上，對方清醒的時候就能看見。就這樣，本該讓人絕望的老年痴呆症，如今卻成了這對老夫婦日常生活的點綴。爺爺發病時，奶奶會守在身旁陪他一起玩耍；奶奶發病時，爺爺會偷偷地燉上一鍋好菜，等奶奶清醒時品嘗。或許是老天有眼，讓他們發病的頻率剛好錯開，總有一個人會保持清醒，然後默默地守在另一半身邊。那些曾經說不出口的情話和感謝，如今卻在字條上隨處可見。雖然兩鬢斑白，有時會忘了自己是誰，但執子之手，他們永遠會記得彼此都深愛着對方。漸漸的，家裡每個角落都貼滿了2位老人留給對方的字條，爺爺更是會不厭其煩地回復着奶奶寫下的每一句話。半年後，兒子一家提着大包小包的禮物回來看望父母，可剛進門，他們就傻眼了。家裡的牆上、門上、桌上全是2老留下的字條，2位老人卻早已不見了蹤影。此時，爺爺和奶奶正開着車子駛向遠方，去追尋年輕時四處旅行的夢想。因為病情，2位老人或許不能走太遠，但只要有彼此相伴，就算前面的路再艱難，他們也會搀扶着一直走到最後。